Hello，大家好，欢迎又回到烂熟人的频道，我是设计师吉米。今天我想要带来一款，就是吉米跟小编在看到这只手表的国外报道的时候都非常兴奋的表款。那它不单纯只是新款，而是致敬了经典的1960年代的设计，穿越时空，重现当代的腕表风采。那在正式开始之前，老样子，请大家帮忙支持一下。如果你们喜欢吉米的分享风格以及干话的，不要就喜欢吉米的分享风格，记得按赞、订阅、追踪，还有开启小铃铛，这样你们就不会错过任何最新表款的干话。对，更重要的是，我们频道终于通过 Google 的这个审核啦，所以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忙。影片中如果跳出了小广告，恳请大家帮吉米多看10秒钟。你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对吉米和小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让我们双手合十，跪着五体投地的叩拜，谢谢你们，拜托拜托，让我们可以继续推出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各位。好，废话不多说，今天这一支的主角就是 Seiko， 我最喜欢的 Seiko。我觉得 Seiko 真的是玩味无穷、百姿百态的一个非常酷的品牌。2025年，它全新推出的一款手表是 Seiko 5系列里面的 Sport， 那是 SRPL 91跟 SRPL 93。那这两款表致敬的就是传奇 NASA 任务主任他的名字叫做 Gene Kranz 的复刻款。OK， 我不知道是不是 Gene Kranz。OK，Anyway，我就是照着这个拼音去拼，我的英文就只会自然拼音，所以我看到这个字 ，maybe is Gene Kranz 还是 Gene Kranz。OK，whatever。这一次 Seiko 它不光是把经典挖出来重新做，那在细节跟结构上面也做了升级。我在一看到这个手表的时候，就马上能感受到60年代的那种气氛。同时，我们现在新的款式又可以享受现代机械表的这个可靠度，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进入这一段太空精神跟经典表款交织的故事吧。要理解 SRPL 91跟93它的特别之处呢，我们就先把时间拉回到这个1960年代。Seiko 在1963年推出了 Sportmatic 5，也就是 Seiko 5的前身。那当时它的定位是耐用、自动上链，有日期、有星期、有防水能力，一直到5年之后的1968年，这个系列才正式演化为 Seiko 5 Sports。那它面向的族群是比较年轻一代，强调运动风格、坚固的耐用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编号6119-8460的经典运动潜水表。那这一只表之所以声名大噪，不光是因为它设计在当时来讲是非常新潮的，更因为它跟太空历史有了一些连结。NASA 的主任 Gene Kranz， 也就是电影 Apollo 13里面由 Ed Harris 所饰演的那个角色。那在这个许多重要任务中都佩戴着这个白盘面的6119-8460，那其中包括了这个1969年的 Apollo 11的登月任务。这只表被昵称为就是 Gene Kranz。那半个世纪过去了，原版当然就非常难寻觅得到，基本上就算你们找得到，也是个天价。那 Seiko 决定在2025年呢，把这一份历史重现，推出了2个版本的复刻款，分别是 SRPL 91，它是银色的放射纹面盘，以及 SRPL 93，它是一个黑色的雾面盘。他们忠实的去还原了这个 prototype 的设计，那包含这个 Seiko 5的旧式的这个盾牌 logo， 一个盾牌里面有雾的这个很经典的 logo， 那黑天白日期不是讲反了，白天黑日期的这种双色日历窗，让它的尺寸控制在接近原版的 38.2mm， 让真正喜欢这只表的人能够体验到当年的那个氛围。我觉得它这不只是一只手表，而是一段历史故事的再现。SRPL 91跟93呢，它的外观是彻底沿用致敬1960年代的原型表。那表壳采用整形的设计，38.2的直径，那 12.3mm 的厚度，
44.7mm 的表耳到表耳，它是一个很 unisex 就很中性的一个尺寸，无论男生女生都可以很简单的去佩戴它。那表壳主要是以拉丝为主，那侧面则是抛光的细节，复古中又具备了现代的精致感。位于表冠的4点钟方向，略为下沉于表壳，这是 Seiko 5很经典的标志性设计。它可以避免就是我们表冠在手腕弯曲的时候所撞到手腕的那种不适感。那双向的旋转表圈搭配金属坎键以及60分钟的刻度，重现原版运动潜水表的精神。那至于面盘的部分呢 ，SRPL 采用的是银色的放射纹。刚刚我讲过，93的部分是雾面黑色。两者都是用立体石标以及棒状指针，涂附的是 Seiko 他们家的 LumiBright 夜光，在低光环境下清晰可读。那我觉得最令我惊喜的就是 Seiko 把旧的5的盾牌 logo 放回了12点钟的位置，我认为这是众多老粉丝心中觉得很棒的一个符号。日历延续原版的特色，新旗为白底黑字，日期为黑底白字，它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张力。表径则是用这个 Hardex， 就是模仿当年的拱形压克力的那种效果，有非常浓厚的复古气息。那整体的设计几乎就是时光机 Time Machine， 直接把人带回到1969年代的这个 Apollo 任务的年代。那它的外观忠于原味，忠于复古，但内在是完全的现代化。91跟93都是搭载了 Seiko 自制的 4R36 机芯，那这枚机芯大家都知道几乎用在了所有的表款手的上面。它的运作是每小时21600次的振频，拥有24颗的轴承宝石，动力储存41小时，支援手动上链以及停秒功能，比原始的6119那一颗机芯当然就更实用。它的抗磁能力达到了4800，日常的使用绝对是非常的足够。底盖采用的是实心的螺旋式设计，那耐用度绝对是提升的。那有刻上限量的编号，它是 Limited Edition 的字样，让每一只表都有它自己专属的身份。整体的设计结构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外壳怀旧，但是内心机芯的部分是非常现代的一个运动工具表。我觉得 Seiko 这一次为了这个 SRPL 跟 SRPL93， 它各限量9999只。当然数字看起来是很多，但是其实放到全球的市场是有限的。那尤其考虑到它背后的这个很丰富的故事性，它势必是会成为收藏家爱好者追逐的目标。官方定价是欧元大概是460欧，那换算美金是440美。那基本上以台币的话就是13200 maybe 14000上下，我不知道他们的，我没有去查台湾的定价。我觉得定价策略当然是非常的亲民啦，对比原版的6119-8460，现在的2级市场那么的稀缺，那种唯一性高昂的价格，我觉得这次的复刻就是给人一个轻松入手的一个机会。很棒的事情是 Seiko 这次还特别提供了复古的表盒去包装它，让整个仪式感更上一层楼。那我觉得 SRPL 91跟93比较适合谁呢？我觉得这个表就是完全针对 Seiko 的老粉丝所推出的表。那这个表承载着 Seiko 的历史以及他们跟太空 NASA 的一些连结。那当然对于 Seiko 的粉丝来讲，它是你收藏柜里不可缺少的一员。其次就是喜欢小表径带有复古味道的朋友，我觉得这种壳型的手表本来就不多。那1960年代的确有不少这一种类似鲍鱼壳的这种筒型的表壳，那 38.2 的尺寸戴起来很轻盈，也不张扬，而且很有强烈的辨识度。再来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是一个很好入手入门的一个价格的选择。那有自动机芯的机械魅力，并且又有故事性的作品，我觉得对于热爱太空 Apollo 任务或者是这个 Gene Kranz 有情怀的观众，有看过 Apollo 13的大概就知道 OK， 这款作品更是承载了历史记忆的载体。总结来说，
OK，我把这个手机的声音关掉。总结来说 ，Seiko 5 Sports SRPL 91跟 SRPL 93，我觉得是2025年我目前看到现在 Seiko 最有诚意的复刻。他们把1960年代经典的外观完整的带回来，然后把盾牌的 logo、双色的日历、日期窗都带回来了。那 38.2 的整形表壳也几乎让人觉得自己戴上了一只全新的6119-8460，但它同时也有现代的升级。当然，它用了 4R36 的机芯，这点不予置评。我觉得在这个价位内用 4R36 就够了。更高的防水性能，更耐用的材质，那价格的定价也是很亲近一般的普罗大众。那所以也可以让更多人轻松入手，不用为了原版的稀有性跟高价烦恼。那对于收藏家而言呢，当然他们有可能已经有了原版，不过没有原版的人呢，他可以买下这一段历史的延续。对于年轻人而言，这也是一个日常可以佩戴的选择。我觉得方方面面来说，这只表它兼具了价格、经典、故事性以及稀缺性。虽然2万只不算什么限量，但是我觉得以 Seiko 这么庞大的数目的生产量来讲，它能只做1万只，其实已经算是蛮少的了。毕竟它又不是百达翡丽，又不是 AP， 对吧 ？OK， 那讲到最后，就是 Jimmy 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记得分享、按赞、订阅、留言。还有最重要的是帮我多看10秒钟的广告，这是我们继续经营的最大动力。总归一句话，手表它没有办法留住时间，也没有办法买到时间，但是可以让我们确定的事情就是每一分每一秒的过去，我们都在创造属于你跟我的历史。吉米希望大家玩表要玩得健康，玩得开心。戴手表是让我们更珍惜我们身边的人事物，永远记得那一些真的爱你的人，是会为你无条件付出，会打电话问你吃饱了没，在冬天会慰问你有没有穿暖的那一些人。所以珍惜这些人，远离那些给你负面能量的人。对于时间，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以及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我是烂熟人设计师 Jimmy，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